Hello，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早中晚上好，这里是徐人梦。今天这一视频呢是大型模组月报的第2期。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各个大型模组在4月份的消息与更新情况。依然是先来说说国产的大型模组吧。东方王朝在4月份做了不少更新。首先呢是新军政制，由旧律令制和军政制合并而来，有士族、庄园、贤能，使用旧律令制契约、留后继承法和旧流官，更多的功能呢还在开发中。国号机制呢则是全面接轨普天之下，并进一步的扩展。华夏国号区无论政体均可以选国号，玩家呢依然可以在数十个国号中自由选择。原版宣称天命时会获得开国之君、复国之君和已故父亲的高祖庙号，而谥号庙号获得不再限定文化。重启加入往世皇族决议，加入之后直接送传奇种子，刷新 1.19 王朝兴衰效果。宣称天命之后呢，独立诸侯根据各自意愿选择纳仕。在进入乱世之后，天子会获得荣誉帝国头衔。关于美术呢，东方王朝在4月适配了国人作者他玛与 P 社合作发行的泱泱服装 DLC， 羌、吐蕃、于田等对应文化将会使用来自 DLC 的服饰。藩王方面，目前为华夏每个法理王国公国配置了荣誉藩王头衔，通过宫廷职位授予。其他关于平衡和修复条目呢，就不一一细说了，大家感兴趣可以暂停自己查看。下一个模组是汉番礼制。本月汉番礼制没有重大更新，主要是日常维护和处理已知问题。首先呢是完善了袭爵之制，分为了世袭、降封和不世袭3种。宋制默认为不世袭，4子袭爵时将一并承袭爵号。然后是时装了外观改制决议，允许在唐宋官制下采用州郡、总管、都督之制。其余零碎改动就略过不表了。接下来是画饼环节，先来说直观。下次更新后呢，新罗将不再采用唐宋直观，而是使用本土关节。高丽和越南不再使用校检官，越南将使用本土爵位。未来呢将会依次更新重置后的金元与日本直观，并正式时装西夏直观。再说剧本内容，重置后的766剧本将在一段时间内正式推出。在内，宦官于朝恩掌控禁军，专横跋扈，宰相元哉贪灾枉法，排斥异己。在外，藩镇节帅田承嗣、李正仪等割据一方，不尊王室。至于吐蕃，赞普、赤松、德赞、回鹘可汗、夷狄健更是野心勃勃，窥视中原。当然了，此时呢也并非没有贤臣良将可用，如郭子仪、刘晏、陆贽、杜佑、裴度，还有大将李肃、马遂、浑坚等啊，都已经出生或者登场了。总之呢，真的是一个勃勃生机、晚景发的时代啊。下一个模组呢是幻门入侵。最近 CK3 更新了 1.19 版本，幻门呢也接入了相关更新。首先呢是新罗马帝国凯旋，原本的决议现在升级成了一个大型工程，可以由拜占庭或者罗马皇帝发起，旨在收复旧帝国的全境。所有位于旧罗马帝国区域但是没有被你完全控制的王国呢，都会被这个大型工程所标记。每完成一个行省的征服之后，都会通过事件触发另一个重建帝国行省的大型工程。当然了，因为这个项目太多，大型工程啊，点开会很卡顿，所以这个工程呢会每3年进行一次自动投资。再说说庄园，在不愿透露姓名的古英同学的努力下，现在幻门的庄园建筑拥有了全新的贴图和灵活的动作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调整了建筑大小和位置，应该不会再卡住了。再说兵士啊，现在 HMI 可以将你的私兵发送至头衔上吃总督效率了。相对应的，我们也修改了一些招募的限制，确保在各种地方兵士都只能招募1队。这些兵士的名称前，我们还加入了一个相对应的标记，来帮助大家区分。最后要提的是美术，在美术素材上呢，我们引入了新的插分式的记忆大厅，现在契约前后以及更换不同皮肤都能够显示不同图片。当然了，并没有做完，还差好多。最后一个要提的模组是还在开发中的模组大梦春秋。4月份我们制作并时装了些人物，包括诸侯、国宗室、公族、亲族等，并美化对应区域地图。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山东全部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大部，上古8大星的主脉均已经完成，后续将开工河东、陈州、白狄区域。
以上就是所有的国产大型模组在4月份的情况了。724在4月没有什么更新，只是适配，而灭神模组在忙于 MonoCon 的事情啊，本期也不参与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聊一聊国外的大型模组吧。首先呢，骑马与砍杀模组卡拉迪亚之王在4月份发布了一期13分钟的开发日志视频，内容量说实话是不小啊。我简单提点几个关键点来说说吧。首先，视频展示了战团6大王国的地图跟文化演变，新加了参考西非文化的西纳哈萨地区。德鲁索斯信仰现在有了教皇，还能打十字军了。之后呢，就是画笔环节了。未来的更新呢，会有新的契约和常备军 3D 模型。大事件呢，加入了火山爆发、大军团入侵跟末日瘟疫。另外呢，他们打算用朝代循环机制啊，手搓一个元老院出来制衡皇帝这样子。因为原视频呢只有自动生成的字幕啊，这个文案撰写还是有点困难的，而且也不保100%正确啊。大家真的感兴趣呢，可以去看原视频。然后是 EK2 上古之王，4月份呢重新划分了科洛维亚各王国，就发这张图啊，没有别的了。幕府，没错啊，幕府它复活了啊，时隔半年多终于恢复更新了。不过呢不是正式版，而是阿尔法版本。留言看到有人反馈根本没法玩，也正常啊，毕竟是阿尔法版本。我们期待一下后续更新吧。下一个是 OZTE 末日之后南方大陆，最新的预告中呢，展示了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地区一批非常漂亮的新服饰，以及最重磅的新西兰扩图。下一个是阿加塔利亚之战，上次视频没有提，4月份呢倒是有些更新值得说说啊。预告着重展示了阿塔利亚之战斗争和一个看起来像是狼人杀的事件，还有一些新的特质啊，就这样。再来说霸权古希腊模组，制作组呢正在着手推进他们自己的宗教重作，希望让信仰真正具有古老的感觉。正如之前所说，他们计划在未来1-2个月之内发布一篇开发日志，在那之前先放出更多预告，供大家先行品味。制作组也提醒，其中一些名声啊可能不太好理解，因为他们要么是他们创造新词，要么是采用其他的古代 mod， 例如说神话、希腊化时代的内容不过请放心，他们会在游戏中尽力的解释每个名词的含义和来源。下一个是雄鹰陨落制作组分享了一则小预告，即将到来的改动呢，将吸收原版十字军之王3中行政制与天朝制政府的特性，使他们的罗马政体更贴合历史现实。这章呢是担任罗马军事长官，也就是原版的枢密使的贝利萨留，目前已经时装于 Open Beta 版本。中古战锤的话跟上个月一样又放了几张图，熟悉中古战锤小伙伴可以来认一认啊。三国模组能说的也不算很多，4月份呢就是跟了几个剧本，官渡之战、凡尘之战什么的。艾尔登之王模组在4月呢开发了利耶尼亚文化的传统及决议，以及新的剧本界面和主界面。接下来是一个生面孔杰林诺混乱纪元，这是一个基于 RuneScape 的 mod， 这个游戏在国外据说非常的火，年代也非常的久远。很久之前呢有人在 CD3 做过这款游戏的模组，但是呢早就停更了。新的这个模组就这么说吧，Discord 的频道呢也是今年4月28日才创建我们关注并期待一下后续好了。然后是龙腾世纪，主要呢是一些事件、兵士插图和信仰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好了。最后呢是重生之光，4月份主要更新内容围绕着高卢幕府，也就是把原版的日本机制搬到了架空世界的高卢，多数领主呢是法兰克封建制贵族，少数行政制精英则保留了罗马化传统。你可以通过决议选择罗马路线或者法兰克路线，甚至把小王国改成罗马行省。接下来呢会迎来高卢之歌更新，意大利会有一些角色调整，更大幅的文化与头衔重置会等到不列颠尼亚阶段。本期呢一共是介绍了17款模组其实呢并不算全，因为月底呢刚好赶上了5一假期嘛如果可能的话，希望下期视频呢能够补上吧请关注老爷们海涵。这里是西人梦，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务必3连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